下面是今天的第一件拍品。这是宋君瑶的器型啊！君自有比玉美胜似玉之说，这玫瑰紫釉啊，可是难得一见的上品。还上品？什么玩意儿？钧瓷玫瑰红釉苹果尊，此尊釉色紫若暮云，韵若朝霞，此乃宋君孤品中之翘楚。 侯老板，这件拍品如何呀？釉色虽美，但火候不佳，确实不是凡品。第一轮叫价开始。 1万。11号桌出价1万。6万。6号包房出价6万。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2组在现场，老4和老6，你们就负责将所有的拍品的价格抬起来。所有人都想进入晚场，他们必须花费足够多的钱得到3件拍品。你们就要告诉他们，在今天进入晚场非常困难。10万，可还有人加价？ 10万5千。11号桌出价10万5千。10万5千1次，10万5千2次，10万5千3次，成交！恭喜这位宾客拍得今日的第1件拍品，让我们一起恭喜11号桌贵宾。 这也不难啊。这抬价是不难，但我新月饭店经验丰富，我们几番操作之后，所有的竞拍对手和新月饭店都会开始怀疑我们故意做托、恶意抬价，到时候我们抬到没人跟，自个就会吃瘪。老舅不是讲的，我们不用去晚场，只要把下面这些人的银子过好干部就行了。下把我来缴啊！你根本听不懂啊！这样到了早场后期，钱都被你们消耗完了，所有人为了节约钱，都不会跟着出价，佛爷就可以用比较低的价格，最后得到3个拍品，保存实力。 诸位，早场已经结束，凡拍得3件珍宝者，请稍事歇息。子时过后，晚场准时开始。其余贵客请速速离场。那个包房的人一直在抬价，好像是在帮。我去净个手。 電話を用意しろ。はい。両軍祭は何かおかしい。今儿这货价抬的也忒高了。有什么办法？不拍满3件，晚场进不去呀。 5号包厢那家伙拍得倒便宜。挂炉烤鸭，云腿月华酥，姜汁花椒炖翅。 您稍等，佛爷，现在距离子时大概还有1个小时，中场休息，包房的客人会互相请教，正是我们了解完整对策的时候。
我们现在的身份是罕见，交流起来恐怕会有障碍吧。看见了吗？那下面有个地方，我们非常想进入，可是用尽了方法都无法成功。不过，有一种动物，它可以进入。这种动物非常的难抓，我们费尽心机，终于抓到了一只。这种动物很聪明，有一定智商，甚至可以被驯服。是什么动物？你很快就知道了。你只要能把这事做好，我就会把格式楼的科学原理告诉你。我掌握的秘密和要去的地方，比格式楼厉害得多。你知道吗？为了抓住他，我们牺牲了100多名大日本的头鸟。那个时候我们的照明设备不够，在黑暗里无法发现他，只能在摸索中进行抓捕。你有什么需要的，找田中君，他会立刻替你补齐装备。但如果你训不好，那就请不要再出来了。只要我驯服好了他，你就会放我离开吗？我们日本人是讲信义的，堂堂大日本帝国不会害怕你这个区区老狗。只要你能训好他，我就会放你离开。会驯服好他的，期待您的成果。啊，对了，请务必记住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离他太近。
究竟还有多久？应该差不多还有1里地吧。你不会耍我吧？其实有件事情我没跟你说。什么事？我就是葛氏老祖。的信徒。你见过他？没有。当年我瘸了腿，被人忽悠入了教。那你入教之后做什么？砌墙。你说的那堵高墙，我去过。那栋楼的事情，你知道多少？其实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干了2天就走了。因为我当时意识到，那楼里肯定发生过什么大事，所以他们才要砌墙封锁整个楼。当然了，我也是因此才知道，葛氏楼下面有一条地下暗河。所以你对这个教尚未了解，你就走了？我不走干什么呀？再说了，葛氏老祖要真有那么大的本事，早该看出来那楼里要出事，还用得着我们去砌墙封锁整个楼吗？三爷果然迅速看透，难得。我腿虽然瘸，但是这儿不瘸。走吧。五爷，阿图死了，你把我的小翠带上吧。小翠。你今天心情不错啊，唱起了湘西小曲。既然大难不死，必定要放声高歌呀！哎，父爷，
不瞒您说啊，我本以为这次是死定了呀。我出门前算了一卦，算出了绝户卦。那你还是去死吧，啊！否则你奇门八算的招牌要砸了。砸不了，砸不了，因为啊，命设穷奇呀。这祖上说了，只要遇到身上没有穷奇之人，奇门八算本就是算不准的。所以舍身到这里，你到底查到了什么线索？还不说？哎，佛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说，好，我说，我看到庙里的法草啊，都是湘西的样式。法草在湘西多用在洞穴祭祀，只有在洞里得道的人，才会将法草带出传法。看来阁氏老祖不仅在长山有阁氏楼，起码在湘西还有个洞啊。果然是湘西。对了，佛爷，我想知道的是，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呀？这一路上，我连半个记号都没有留下来啊。老七找人报了信。佛爷，进一步说话。是姐姐让我来的。姐姐说七八爷的时间不多了，有个地方你必须马上去。哦，原来是老七心软，让小妹去报的信啊。说明你平日的人缘还不错。要是其他人，他未必会动恻隐之心。可是佛爷，这霍家平日里跟墙头草一般，近几年又跟丁千岁走这么近，这明显就是等着看九门还是丁千岁，最后谁获得胜利。老七此次帮我，怕是对霍家不好交代吧？霍家虽然跟丁千岁合作，但老七的立场还在九门，他帮你是大义。今天的天气不错啊。是啊，天气不错。继续唱。啊，佛爷，我就会这两句。好，我接着唱。哎，是要渡头护兵手。为什么？是你让他把齐铁嘴的去向告知了张启山。他是因你而受罚的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想做的都已经做成了，现在这般情况，不正是你想看到的吗？小妹她不知情，都是我吩咐她去做的。先把她放下来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是关心一下你自己吧。九门不能相残。我只是做好分内之事罢了。愚蠢！我们挑你当家主，是看中了你机灵懂事儿。你不会真以为自己做得了霍家的主吧？年年，我曾经跟你说过，只要你肯听丁千岁的话，你关心的所有人都能鸡犬升天。可你非要一意孤行啊！如今这局面，是你咎由自取，你知道吗？丁千岁已经死了，丁千岁的债务已经结清了，他现在的死活与我霍家何干？你怎么就看不透呢？人如其子，各有其命。丁千岁能走到今天的位置，是因为他身后的人看中了他，需要他来对抗九门。现在他不在了，他背后的人看中了我们霍家，只要我们霍家听命，那整个九门之首也唾手可得呀！丁千岁的背后是日本人，你们难道打算和日本人合作吗？我明白了，你们是不是已经和日本人合作上了？
你们难道不知道日本人的野心是要吞掉我们整个国家吗？那又与我们霍家何干？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九门，谁能保住我霍家的基业，谁才是我霍家的朋友。霍家的根基不能跑。孩子，给我拉下来！孩子，自己掌权的滋味如何？目睹着自己守护的姐妹被自己伤害，自己开办的绣坊就此衰败，亲眼看着这一辈子的心血变成碎片，被人践踏。是不是对自己很失望？我要是你，我定会对自己失望至极，因为我曾经那么笃信，若是我能在霍家坐上高位，我一定会比我那些姨娘们做的要好。但事实却是，上辈子我就已经试过。结果，不仅我救不了任何一个人，最后还把自己变成了自己最憎恶的那种人。你是想说，就算是我当上了霍家的掌权者，也还是会重蹈覆辙，也会如同那些姨娘一样，伤害自己的同族姐妹，带领家族走向灭亡。事到如此，你们只能在悲惨的宿命里面循环往复，而你却改变不了什么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就是这世道的错，是宿命的错。你不必再说了。如果这世道错了，那我就会去改变它。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。当家的，长辈们都死了，按规矩，我们应该尽快选出新的姐妹会成员。你传下去，霍家不再有姐妹会。可是，从现在起，霍家的规矩该变一变了。当家的，霍家祖辈自100年前就设下了姐妹会，这一点九门皆知。若是要取缔姐妹会，那九门会不会有意见？若是九门不能顺应时代的洪流，还固步自封，那他们的意见便无需再听。霍当家，无论如何，我们都会追随你。有您在，霍家一定能改头换面。
有毒。这种草跟罪过差不多，咬啄一下都跟喝醉酒似的，倒是可以拿来熏那畜生。这点还不够，得去别的地方多摘点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自己去。